你看啊，夕阳无限好啊，我们夫妻对谈又回到了阳台这个地方来进行拍摄了，对吧？我们吸取 Ricky 杨哥告诉我们的经验，放轻松，你很棒啊！看这个房子，今天聊一聊房子的话题吧。正好有观众也有评论，而且第二家园又说要买房啊怎样，我又看到一集节目啊，是专门教年轻人关于是不要买房的，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话题吧。可以啊。哎，这个观众讲了什么？我觉得观众有几个论点啊。对我们不买房好像颇有微词啊。对啊。怎么讲？他们认为说你在马来西亚，你把这边当做第二家园，第二家园都是租来的，这不是一个永久的家园，这是一个临时的家园 ，temporary home。对我们的第二家园报了一个比较严格的要求啊，是吧？对，他们认为我们这个样子准备就是把这边只是当做一个落脚点的想法，就应该去泰国去。哎，那我们有这么多的信息把它串起来讲一讲，为什么我们不买房吧？我们俩其实蛮特殊的，我们不单在马来西亚没买房，我们在上海也没买房。对吧？我一说我们到大马来了，很多人会说：“哎呦，你好厉害啊，把房子给卖了，然后到大马来了。”或者说你把房子卖了，难怪有钱啊，可以来躺平了。其实我们的特别之处就是连在上海都没买房。对，我们属于比较不要脸的啃老族吧。应该这样说，我们也是买了房，就名义上面，因为爸妈买房的时候，我们也出资了一部分。然后呢，爸妈比较大度，把他们的房子给我们住。那我们也是每年都有支付比较巨额的红包，然后把它充当为房租，所以我们其实是标准的租房族。对，我们也相当于就是在租房。是，我觉得我们在上海不买房，出于的原因啊，当时的认识主要还是一个是胆小嘛，害怕。我想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双方我们都是独生子女嘛，上面有4个老人，我们当时一结婚的时候就抱定了说，万一这4个老人他们都需要花钱治大病，因为在中国基本上你得了癌症之类的大病的话，他的药都是自费的所以我们就是想好极端情况，那如果是家里的房子都不能很快出手，我们必须要有大量的现金，让这4个老人万一同时发生这个问题，我们可以周转，让他们得到很好的这种私立医院的这个救治。哎呀，我觉得一言以蔽之就是4个字：胆小人穷。也不能这样说。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当时都想好了，说不想背上房贷，然后我们的工作就是为了要还房贷，我们觉得这样对我们工作是很大的限制。对，就在此背后就有一些经济的考虑和自己价值观的输出嘛。那很重要的就像你讲的，就我们其实也很难相信，哇，这个房价涨那么快，它真的是物有所值吗？对吧？然后我这样居住环境真的是我所需要的吗？所以我们做了跟很大一部分人不一样的选择。OK， 那看不懂就不去做这个投资，就不要买。对，而且大人就是我们的家长也经常跟我们讲，就不要去做房奴，因为你背上贷款是一个极其难受的事情。这个呢，倒是你爸一直这样讲。对啊，而且我们当时我还跟你讲，我说我觉得我们2个工作那个时候很拼很忙嘛，其实每天就回来睡个觉。我们对一个睡觉的像旅馆一样的房子，有必要投入这么大的这个钱，然后去背上房款那个房贷吗？对吧？这就让我想到，我们几年前反而做的一个很好的决定。我们想了半天，其实也去看了一些房，觉得说，那我们要的不就是一个居住环境吗？对，我们就把房子里面弄得好，装修了一下，我们请杜邦最好的上到家里来重新刷漆，然后顺便把硬件也补了一下，把东西买了一下，软件升级了一下，住的还挺舒适的。对的，是的。哎，那么到大马为什么又不买房呢？我们现在回到观众的这个话题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2加4一定要买房了。我觉得是你有一个观点说服了我，就是如果说这个钱我可以用它做钱生钱的事情，然后你买房子，包括也是看了《富爸爸穷妈妈》，它是一笔很大的负债，因为钱不能，它要失去流动性的话，它即便是看起来是资产，但是对你来说它不能动，它就是占用了你的收益权，它就是一种负债。对更多的人来说是一个消费，对，而是一种变成了一个负债，或者说它就是消费花掉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觉得说钱应该花在其他的地方，要么能够生钱，要么就直接的提升自己每天的生活品质。对啊，我最近看了一集节目，我觉得又上升到一个高度，让我更坚定的不能买房。我到了大马，不是做了YouTuber， 所以我有时间会去学习一下别人嘛。我一个是看了一个理论，第二呢自己在学很多的 CFA 这些财务的知识。其实你这样想啊，买房这个事情。
它本质是什么？它本质就是一个投资呀，就是一个投资活动嘛，只不过是大部分人人生做出的一个最大笔的投资，是吗？哎，你想不是吗？你还会一次性在上海，比方说花几百上千万，在大马花几十上百万去做一次性的做这个投资吧？恐怕很少很少吧。我愿意为了孩子的学费，你想我自己给自己投资去读了美国研究生，那也是花了将近小100万的钱啊。我们说超越买房的嘛，是不是就是很少？在这个意义上，你可以去想，那么观众的这个问题就很好回答了。我们把110万的3个人的马币存在马来西亚银行，让存在专门的户口，我们自己都不能取出，让大马能够去使用，这个不也是一种投资吗？对啊，而且我们现在在交房租。对啊，这难道不也是一种对房屋的这个消费的贡献吗？对啊，一年我也好几万马币的房租要交出去啊，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问题实在是不懂投资啦，当然也不成立。我倒一点都不会生气，我只是觉得我们确实为大马经济做出了贡献。至于买房还是租房，是我乐意嘛。对，哎，你说啊，我们现在的房租一年大概是6、7万这个样子，对吗？没有5万吧，可能是。5万多，OK，那就算是5万多的这个房租，咱们在这儿住10年的话，那不是也是基本上就买了一套房子的这个价格了吗？这都是我们自己选的，因为它既然是个投资，就是个经济行为，我可以选对我有利的，或者我的符合我价值观的。对。那我最近看了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，我不是说把它上升到一个理论高度嘛，它就是劝年轻人不要买房。他说大部分人是自住，还有些人呢把它当为投资哈，你又很有钱一直买，他说这个不算在内，但是他说对年轻人来讲啊，你想，绝大部分人一旦买了房，他的地点就会被锁定住，他再也不会去切换城市了。对，那现在的工作环境，你看，我们都没想到我们会生活到大马来吧？对，我的很多同事，像我们以前招的，有几个我们 team 里面是真的是上海人呢，他都是从其他外地过来的，他们从毕业、结婚到工作的切换地点，那个是非常常见的。那就是个枷锁，把你锁在了一个地方，动弹不得。是啊，那你再看我们身边那些买了房的，不单单不愿意更换地点，他工作都不敢轻易更换。你不要说工作不换了，他们甚至为了这个要还房贷，连旅行都大大减少了。是，甚至说我有看到过好几对我的朋友们，他们买了房之后，你家里也有这样的亲戚啊，是吧？他买了房之后，他连装修的钱都没有，他买装修或者是给家里添置一些大件，都是属于算好下个月或者什么时候发年终奖了，再一件件添起来。其实家里面真的是家徒四壁啊，对，就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嘛。是。那我不是说不能买房，我相信有很多人买房了，或者在大马买房，生活质量还是很好的。我只是说，我们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价值观，因为我们要移动。你再回想，我们在上海有房的话，那会有什么问题？第一，我们现金就会很少吧？第二，人家会说你买的早的时候，你房价低的时候，你连我们先不说升值嘛，买我们是不是存下的现金会比较小？因为房子的它有个特点是流动性是很差的一种投资品嘛。对。那同时我们还要偿还每个月的贷款，很有可能，就算我们一次性能买 ，OK， 那现金占用又会变得很少。这样，我想问，我们还会很轻易的下决心到大马来吗？那肯定不会啊，而且我们觉得是不会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身边的那些亲戚朋友，我们当然是完全是自己能够付得起首付的，对吧？对。我们那些朋友们，他们基本上都是要双方父母家里赞助，甚至我家的一些这个很近的亲戚，他们是掏空了双方父母。是啊。就是你想想很可怕的。是的，我都不敢说我们不会来大马，但是你可以想象难度就大得多。我肯定希望把房子出手，那该不该出手？什么时候出手？肯定要犹豫。以什么方式出手呢？什么时候拿到钱？又增加了一大堆的困难。对啊，我们身边不就有很多人想来大马，结果就因为房子的事情，觉得算了，我还是留着把房都买了，对吧？是啊。这个是巨量。那有些人会讲啦，哎呀，早点买房不是升值吗？我觉得那个视频讲的也很好了。他说，其实啊，你纵观这过去的几十年，房子作为一种投资品，它的升值本身就是由货币的贬值所带来的。OK， 那这个是相符的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可以很好的理财、抗通胀，还有稳定的收益，那个是差不多的。对吧？你看，其实我们家这里啊，我就发现这个问题。一开始我非常羡慕，就我们家远处有很漂亮的别墅，好几栋嘞。我其实一直有在观察，一开始很羡慕别人房子这么好，像宫殿一样这么大的 Mines 湖周边的。后来我一想，哇，如果你给我这样的一个别墅，完了，
我就不出去了。我今天在湖边看景，明天在2楼，明天去个影音室、健身房，然后又跑到1楼什么，我就被这个小小的可能几千尺的一个地方锁住了，我就再也不会出去了。你这有没有就是够不到，然后你自己给自己 RQ？你不觉得吗？那你就必须要选，我是待在这么漂亮的屋子里面，还是外面去探索大马的这个世界？我跟你想法不一样，我倒不是想探索，我是觉得，以我的这个实力的话，要么我自己打扫这么大的面积，要么就是请帮佣来打扫。哎呀，我想想这个耗费耗时啊，这个我的问题是你简直太恐怖了。守着这么一个宫殿，你还会愿意去向外探索吗？这个必须有个2选1啊！你有这么大的房子，一定会把它装修的美美吗？因为它总是会，你会 get bored of it。对的，这也是那个视频有讲的一个问题，就房子啊，对很多人很多地方来讲，你一旦旧了，人的心里就是想换新。那你顶多我看在中国，在上海啊，大家可以公开买房以后，差不多10年大家也会换了，跟车子啊也差不多，没有说买个好房子，像巴菲特、芒格一样的奥马哈一住就是好几十年，恐怕做不到这样的，所以它是很锁住人的。对啊，而且你这个东西看美了，你就习以为常，再也没有什么新鲜感了，对不对？我想自己搬进来，这个时候第一次看湖景啊，好震撼啊！连续好几个月都是在这个湖景边工作，那时间久了之后，你发现现在你看，我们也就早上起来在这个阳台上面活动一下，朝阳夕阳看一看嘛，充分利用了这个几率不是特别的大了，我觉得。所以就是渐渐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？真是习以为常了。对。但是啊，你说你在这边享受过这里的住宅之后，你再回到上海，你又是2种心境了。所以我就在想，世界这么大，我还有这么地方没有去，包括我们所生活的吉隆坡、雪兰莪地区这么大，我哪一天看到更美的？我如果是没有买房的话，我就直接租了，拎个皮箱我就走了。我们有很多喜欢的地方，对吧？我们看了邦塞啊，对啊，很多老的新的一些小区啊，都觉得很美啊。我们都想以后摆脱了Wilson以后，我们也可以去住啊，或者带他一起去住啊。landed property 呢？对吗？都有可能。所以你看，它对我们还有一个间接的好处，就是对我们的极简主义是有帮助的。我们家现在保持着比较少的东西，每次要进大件的时候是尽量的克制嘛，对吧？对。然后小件也是尽量少买，所以家就一个低成本的运营模式。我觉得我们过得很舒心，不会有自己的房子就想着怎么把它装满、填满，都是买各种各样的大件。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间接的好处。就不买房，你心里的压力负担是很小的。对啊。OK， 那以后你还想去哪里住呢？就是如果还是以雪龙来讲，雪龙，霹雳算吗？不算，霹雳当然不算啦。想去文东，然后马六甲，还有槟城，什么地方都住一住吧。还有太平。真的是不错这些地方。还可以去我还想去东马住一住。我也想。但我先过渡一下，我呢特别想去邦萨这些比较富裕、房子比较不错的地方，离市区又特别近的地方，租一栋好的楼住一住，再搬到慢慢的往乡村啊、往 land property 啊这些地方再试一试。对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好，我们作为一个长远的梦想吧。拜拜。拜拜。夕阳下山喽。